这条路啊是真的挺不好走的，特别的陡。那这个5万多的价格，这栋房子到底值不值得购买啊？大家好，我是石头，今天我们又来山里面了。在我的身后啊，这是保定县的县城，一排排的高楼，在高楼中间啊是有一条有水河的。当然，现在水位啊下降的比较多。记得在年前我们路过幽水河支流的时候，也就是幽水河上方的这条支流，发现了一栋闲置的砖房。我记得当天啊是拍了2个视频，一个视频呢是介绍了这栋闲置房旁边的一栋木房，是一个老人家，将近是有20来亩的地，他说要300万卖掉那栋房子，加上房子周边的地。然后呢，第2期我们就拍了这栋300万旁边的一栋砖房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当时啊2栋房子的价格是悬殊特别的大。进入房子的这条小路啊，挺不好走的，弯弯曲曲，而且比较窄，两边啊都长满了杂草。我记得去年来拍这边的时候啊，在这栋闲置房的旁边是有一栋木房的。当时木房的主人家，他告诉我，他那栋房子是300万要卖掉，然后旁边呢是有种了好多亩，10多亩的一个油菜嘛。一栋木房子，大家还记得吧？木房子的旁边呢，就是今天我们要去看的这栋砖房。当然，这栋砖房当时我们说的价格是2万哦。那现在找到了这个主人家，他就说这个2万肯定是卖不掉的，因为当时买的时候就是2万，还花了一些钱啊进行装修。我发现啊，这边的路好陡啊。那这个5万多的价格，这栋房子到底值不值得购买啊？这条路啊是真的挺不好走的，特别的陡。我在想，如果下雨天的话，根本上难以行走啊。然后这栋房子啊，现在的价格差不多是5万多啊。买下了这样的一栋房子，又没有路，到时候出行一趟是不是特别的麻烦？那我就在想，这样的一栋房子到底还值不值5万块钱啊？终于是走下来了，看，一路过来这样的小野花开得特别的艳。然后这栋房子门前的这条小河呢，已经是干枯了。我记得上次我们来的时候，水位线特别的高，一直到竹林那边，绿油油的，特别的漂亮。这主人家告诉我，买了房子之后，他就把屋顶上的瓦片全部给换了，换成了琉璃瓦，以前都是那种小青瓦。当然，这样的瓦片换了之后，最大的好处就是几十年房子都不会漏雨。这算是独门独院的一栋房子啊，房子建在一座小山头之上，然后底下呢就是幽水河的支流。这边的地势还比较高，刚好啊，这是天然形成的一个宅基地，将近啊，占地面积宽约270-80个平方左右。然后整个院坝这一块呢，大概有70-80个平方。这边啊，因为没有做硬化，都已经长满了杂草。然后门前的这块位置呢，都是一条小河。当然，现在底下的河水呢干枯了，所以我在想，应该是从这边啊，可以沿着底下的河底，可以走到对岸的。待会儿我们出去的时候，可能往这边走吧。然后门口的位置啊，有棵枇杷树，看这个时候啊，已经长了很多枇杷了，过段时间啊就成熟，可以吃了。这栋房子啊，差不多闲置了有7-8年的时间，没人打理，所以整个院子呢都被这样的灌木丛啊给包围着。好在这栋房子啊，依然是通电的，当然这边喝的都是山泉水。门口的这条电线呢，应该是光缆。这边呢还有一棵李子树，也结了果子了。这边啊是有一片竹林的，这些都是苦竹，看密密麻麻的，长得到处都是。
不知道这边的宅基地是不是这户主人家啊？下次我们在电话里面再问他一下。然后上一次我们拍的那栋房子呢，就在对面，那边呢住着一个老人家。他说啊，他们家的那栋木房子加上宅基地啊，300万要卖掉，那个价格太贵了。那这栋房子啊，只要2万哦，哎，不是，要5万，因为主人家买的时候是花了2万，然后又加上了一个简单的装修，换了瓦，现在要差不多5万哦。那这个价格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值不值啊？看3开间的木房，然后中间的这块呢是堂屋，2扇木门可以进到堂屋里面，然后这边呢是一个卧室，这边还有个卧室，这里还有一处厢房。砖结构的房屋，外墙呢基本上是没有做粉刷的，然后整个楼层的高度啊，我们看了一下，将近是3.5米左右。这前部分呢盖的是青瓦，后部分呢盖的是琉璃瓦。然后房子的正屋旁边呢，那边还有个杂物间，里面呢以前是养一些鸡鸭，里面还有鸡圈呢。整个这栋房子呢是没有多大的，大概建筑面积呢也值120个平方左右，加上这个院坝宅基地呢，将近是有200多平。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门前的这块区域，整个院子呢有100来平，还比较宽。如果下面的水位涨上来之后，坐在门口的位置，就可以到河里面钓鱼了，是不是非常的惬意呢？而且这个地方呢，距离县城很近。如果从这边坐船到对岸，然后再走到县城的话，将近也就500-600米左右，就可以到保定县的县城了。相当于呢，这是在城边的一栋房子。我们都知道，在城里面买一套房，保定这样的县城呢，3000多一个平方，买下了100多个平方，30-40万加上装修，50-60万一套商品房。那在这边5万左右就可以买得下这样的一个宅基地，还有一栋房屋，想想是不是非常的好呢？其实啊，这个价格好好的思考一下。如果是坐船的话，我觉得完全还是可以接受的。如果是走那条小路的话，挺难。真的，一路走下来太不容易了。这栋房子啊，看这个老式的电表还挂在上面，现在依然是通着电呢。虽然好几年没有住人了，偶尔呢主人家会回来，但是今年呢他是外出到远处去打工了，所以呢我们是没有拿到钥匙啊，没办法进去的。这边的厢房位置是单独的留有一道房门可以进入的，这里呢也是上了挂锁，然后大门口的位置。这边呢也是上了锁，没办法进去的。我们只能从这个房子的外面看一下整栋房子的大概情况。然后我觉得啊，这栋房子要想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居住状态的话，还是需要给这个外墙啊，还有里面啊，都做一个简单的装修。包括我觉得这栋房子啊，最应该打理的就是整个院子，要把整个院子呢杂草给清理出来，然后靠近河边的位置啊。做一些护栏，站在院子坐在院子，可以看看河里面的风景，是不是挺好的呢？对不对？当然，这些李子树啊、枇杷树啊都可以保留，它可以遮阴。然后呢，每到秋季的时候啊，还可以吃点这些果子，挺好的。这栋房子啊，因为建得比较早，所以从这个窗户啊都可以看得出。因为窗户啊都是实木结构来做的，就用玻璃这样子做出来的窗户啊，透光性还是比较好的。整个窗户也开得比较大，将近是有1.8米左右乘以2米的这样的一个尺寸。然后在农村里面呢，晾晒衣服很方便，这样的一根竹竿，2根绳子挂起来就晾晒衣服。主人家的衣服晾晒这边已经很多年了，看都显得好旧了。然后旁边这里啊。就是一个杂物间，也是他们家的一个卫生间的所在地。在背后呢，就是有个卫生间的，卫生间的房门呢也是那个木板做成的。然后我们就不进去看了。那这边呢还有些衣服，还有双鞋子挂在这边。然后这块位置啊，将近是有16到17个平方左右，给它清理出来哦，甚至于把这边的砖墙给它砌高，上面的顶重新把这个石棉瓦换一下，这个地方做一个
开放式的厨房，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，对不对？10多个平方，一个厨房，然后在外面这边呢吃饭，几个亲朋好友过来，在这边聚一聚，挺好的。看以前主人家呢，就给他留出来，这边养点鸡鸭，这是一个鸡圈，非常的简陋啊。我觉得房子还是需要有人住，然后有人打理，要不然像这样的一栋房子，虽然是砖房，好在还不漏雨啊。门口呢都已经长满了杂草，有人居住的话，把这边清理得干干净净，然后每天在这边养点鸡鸭，种点菜。没事的时候又划着船到对岸，再到县城里面走一走、逛一逛，挺安静的。这样的生活我觉得挺好的。然后这栋房子的价格，刚才我们也说了，5万左右，在城里面好几十万，这里呢也就几万块钱，我觉得想想还是挺不错的。然后抽个时间吧，和主人家好好的谈一谈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我是石头，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